5年失眠熬成黄脸婆。别愁，几颗桂圆煮出助眠水，睡前喝一口，沾枕头就困到大呼，连脸色都透着自然腮红，比同龄人年轻好几岁。失眠党快吞下这招，跟夜夜数羊说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菜味。床上辗转难眠时，突然想起隔壁村96岁老中医说的法子，便随手用它煮了水喝了1周，效果真的惊到我了。以前躺下3-4个小时还瞪着眼，现在沾枕头就困得像昏迷，连闹钟都得响2-3遍才醒。这锅水现在成了我床头必备，头3天喝下来，晚上不到9点眼皮就开始打架，比之前吃的那些助什么眠的片起效还快。关键是喝着心里踏实。话不多说，把做法毫无保留分享给大家。选桂圆呢，有个小窍门，一定要挑那种肉厚饱满、颜色透亮不发黑的，这样的桂圆肉质紧实，无霉没烂，煮出来的水呢才更清甜有效。准备好22颗桂圆，放进大碗里，先倒上清水把它们泡一泡。这时候别忘了加个清洁小帮手，加入少许可食用小苏打，这可是清洗桂圆的关键。它自带弱碱性，能轻松去掉桂圆表皮可能残留的灰尘、杂质，甚至是一些不易察觉的蜡质或农药残留，比单纯用清水洗得更彻底。而且小苏打安全温和，冲洗干净后不会有残留，吃着也放心。抓洗的时候稍微用点力，让每颗桂圆都裹上小苏打水，来回揉搓几下，尤其是果蒂缝隙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，得仔细搓洗到位，洗干净了才吃得安心，效果呢也更纯粹。接着换清水清洗2次，把桂圆表面的小苏打残留彻底漂洗干净。洗好后沥干水分，放进盘子里。这时候把桂圆一个个剥开，方便后续食用。不过有个小提醒，桂圆皮可千万别扔，特意留下来放一边。其实啊，对付失眠，桂圆就是个藏在身边的好帮手。这圆滚滚的小果子看着普通，浑身却都是宝，从头到脚都有它的好处。桂圆可轻飘飘的，香味专管头部的调理师，煮水喝呢，能帮着驱散头风。老一辈人常说，常喝这个，年纪大了脑袋也清爽，不容易头晕耳鸣。桂圆核沉甸甸的，劲脑专往下走，能悄悄化解下焦的湿气，偶尔腰酸腿痛的小毛病也能帮着舒缓几分。最金贵的还是桂圆肉，不偏不倚护着咱们的中焦，补心脾养气血的本事尤其厉害，就像给身体慢慢充电，把熬夜亏空的精气神一点点补回来。被睡眠折腾的姐妹，真可以试试用桂圆来调理，说不定就能和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和解，找回沾枕头就睡的踏实呢。处理好的桂圆先放一边，接下来咱们再准备一小把黄芪。别看这不起眼的切片，用处可大着呢。它就像咱们身体里能量助推器，能帮着补足气血，让浑身都透着股劲。平时总是觉得累，提不起精神的，用它来调理再合适不过，还能悄悄帮着增强抵抗力，让身体底子更扎实。更妙的是，桂圆补心脾养气血，黄芪补气生养，它俩放一块就像黄金搭档，不仅能补气血的效果翻倍，还能稳稳帮着调理身体状态，对付那些气血不足、精神差引起的失眠，效果呢可比单吃桂圆呢好得多。把黄芪呢也简单洗一洗，加少许清水，用手轻轻揉搓几下，去掉表面的浮尘就行，别洗太久，免得把营养冲泡了。
洗好后沥干水分，和刚才备好的桂圆放在一起，这就准备下锅啦。准备一口砂锅，用砂锅来熬最合适，能慢慢锁住食材的养分，熬出来的汤呢也更温润。把备好的桂圆和黄芪都放进去，接着往砂锅里加入清水，水量一定要一次性加足，记住中途可千万别再添水，不然容易破坏营养和口感。用勺子轻轻搅拌几下，让食材都浸在水里，然后盖上锅盖，先开大火把水烧开，等锅里咕噜咕噜冒起大泡，转成小火慢慢熬，就这么咕噜着煮上30到40分钟。熬到什么程度呢？看锅里的汤汁收的差不多，大概剩下原来水量的一半，颜色变成温润的浅褐色，闻着有淡淡的桂圆香甜，混合着黄芪的清甘味，这时候就可以了。熬好的汤温温的喝，既能尝到食材本味，又能让营养慢慢渗进身体里。这碗桂圆黄芪营养水喝进嘴里呢，是温润的甜香，实则是给身体的温柔补给站，好处可不少。它能帮着把亏空的气血一点点补回来，就像给身体充电。平时总觉得累，提不起劲，喝上一阵就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了，脸色呢也慢慢透出好气色，不是那种刻意涂的红，而是从里到外透着健康的光泽。尤其是对总被失眠缠上的人来说，简直是贴心小棉袄。桂圆补心脾，安神助眠，黄芪补气脱力，两者搭配着慢慢调理，晚上躺下后没有那么多胡思乱想了，入睡变快，睡得也更沉。早上醒来不是浑身发紧的累，而是那种舒展的轻松，白天做事呢也更有精神头。坚持喝，连换季时容易犯的疲惫感都会减轻不少呢。我是瑶瑶，这碗桂圆黄芪水做法简单，却藏着对身体的温柔呵护。失眠总是觉得累的朋友不妨试试。很想知道屏幕前的你来自哪里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。能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再次相遇，真是件奇妙的事。如果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不妨点击订阅按钮，后续还有更多实用小技巧等你解锁。喜欢今天的分享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转发给身边需要的人呀！你们的每一份支持都是我更新的动力。下期再分享更多实用小妙招，不见不散哦！